好，昨天对于华为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现在又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他们发表了一个新操作系统，叫做鸿蒙的星河版哦。那这个星河版到底跟以前的鸿蒙传统的鸿蒙有什么差别呢？它就是等于逐步开始跟 Android 的生态切割了。今年也会再发表商用版哦。那鸿蒙的星河版，只能安装鸿蒙开发的应用软体哦，不再跟 Android系统来共用哦，所以我们看到这昨天这一段画面给公布出来之后，很多的这种等于说华为的用户啊，非常的感动啊，他们讲说啊，就想起了2020年余承东所讲的，没有人能够熄灭满天的星光哦。那他说这个每位开发者都是华为要汇聚的星星之火。那如今这个经过了这些年的努力，从2019年到现在满天的星光终于汇聚成了璀璨的星河。那我们另外看一下华为终端的云端总裁，他讲说，现在华为启动70亿元的耀星计划，持续激励鸿蒙原生应用，也就是说未来他们要自行开发这些 App， 就是你其他系统可能也没有办法用得到哦，就是他们这样独家的 App， 等于说更绑定你在他们的生态圈里面，一旦你跨入了鸿蒙的话，可能就不会再去用其他系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调出来的一些资料。其实在中国大陆呢，这个经过这些市调机构的一个统计去年这个鸿蒙系统在大陆的市占率已经提升到8%，iOS 大概是20%，Android 是72%。那未来它现在跟这个 Android 系统脱钩之后，它要主打的就是72%的市场，在大陆这边一定可以是等于说吸纳一部分过来吧，大概可以至少一半可以拿过来吧。那全球来说的话，如果鸿蒙系统的话，影响力也会扩及到像是金砖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跟中国大陆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很多都是华为市占率最高啊。如果开始逐步转向使用鸿蒙系统的话，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手机可能就会变成三足鼎立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主要会冲击到的就是 Android 系统。那未来三足鼎立，恐怕还有好几十亿人，恐怕会不会转向到鸿蒙系统这边？另外，我们看看中美的晶片战哦。CNBC 有讲到说，2024的美国大选，可能中国大陆会面临到更多的晶片限制。讲这一番话的就是写这个《晶片战争》的作者米勒他说，现在美国政府已经计划要推出新的出口管制措施，要定期来堵住漏洞。那根据2023年大陆的晶片进口已经就是进口数量现在已经大幅的下滑到3494亿美元，年减15.4%。现在陆续开始要转向买自己的晶片，比方说他不买这个英业达的这个晶片去买华为的晶片。大陆的商务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如果出现这个情况，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你们在限制嘛。中方反对所有国家干涉半导体的正常贸易那如果有这个状况出现，原因显而易见。那就连现在高通的这个执行长他其实都说，他很看好，就是中国大陆推出新应用，甚至是这些晶片他说会被这一点给激励，这个市场会更加的有竞争。我们来听一听。We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very big transition, which is generative AI running on devices, including the smartphone. We saw Chinese companies, completely new use cases, are embrac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e really like it. We're motivated by it. We have to reinvent ourselves every time.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在就是有一些统计中国大陆的晶片产能预计在3年之内就会激增未来5到7年，大陆的晶片恐怕会成长1倍以上，大幅超出市场的预期那他们是对于48家在大陆有生产设备的晶片制造商来做一些相关的分析。那我们看看，他说这个未来3年之内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市场的一些产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拜登现在感觉上有点自顾不暇。杭特拜登在2月28号会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的弹劾案调查出庭来作证。那川普就在讲说，现在这个美国的状况他其实不太看好。比方说像奥斯汀就是如此我们来看看。What 4 people? They call them Yemenis. That's the country we're bombing right now. And the one in charge of the bombing is sitting in a hospital with a laptop on his stomach, like a child would play war games, right, with a laptop. And he was missing in action for 5 days. He was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He was missing in action for 5 days.
好，所以其实他讲说，这不是在打电动游戏哦，这奥斯汀现在都还在生病哦，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战局，所以他是在唱衰的一个感受啊。那我们看现在有很多的独立选民是选择挺川普的，领先拜登11个百分点啊，所以看起来拜登选情不太妙，川普是高达46%，拜登是35%哦。那现在连摩根大通的 CEO 都讲说，拜登应该要尊重川普哦的一些支持者，否则会不利选情。那布林肯呢？他其实也在达沃斯上面有讲到，就是他说现在领袖之间的接触是无可取代的。他说，尤其是跟中国大陆打交道，所以他说在未来的1年呢，他认为呢，拜登、习近平在今年会有更多的交流，然后是不是也是要为着这个中美之间的冲突设下一个这个停损点呢？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现在这个包含华为去叫板这个 Android 系统。不，华为是叫板 iOS 系统。iOS 吗？Android 系统基本上不可能追过了。而且这个讲的是大陆内部市场啊，因为它基本上在这个使用平台上已经累积到7亿台了。所以他就说我要做一个跟安卓脱钩的系统。那脱钩的系统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如果连接到公共使用的部分。那中国政府就会比较偏向用鸿蒙 only 的系统就是不外联那维持机密嘛那这个是中国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规模，它可以这样做了。可是全球没有办法啦，全球它还是跟安卓能够接的，才有办法到全世界去贩售啦。事实上它还是有很多手机只做安卓版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部分就是说。中国大陆可能考虑到它有一些牵涉到机密的，那也许因为现在已经是万物互联嘛，不是只有手机还有电动车还有你的居家的环境的所有的物联那中国大陆可能想要用鸿蒙单独的系统，这样避免泄密啦。可是我觉得这个在商业上，除了中国市场之外，要到全球竞争实际上是很难的啦那我认为布林肯现在讲的话这个美国这个国务卿讲话常常跟现实脱节了就人家也逐渐的把他讲话当作这个，我也不要说是跟放叉一样就几乎没有兑现的啦比如说你去以色列几次了？以色列跟加沙的战争还在进行然后不知道去中东几次了，那也门胡塞武装还在炸然后他这边讲。他要搞那个印太经济架构，你刚刚不是讲到了？对，相关的国家都越来越觉得这个架构根本就是空的嘛。对，那现在又在讲那些废话，说，哎呀，我预期今年我们拜登或者是美国的官员会跟中国大陆的官员多见面。你既然要多见面，你怎么可能晶片要更多限制？这样还见面干嘛？对矛盾。就是基本上美国跟中国的冲突是在增加，然后你还在讲我们会多见面，所以我觉得布林肯的话我实际上很少听的啦，因为大部分都跟废话差不多了。好，来问一下季老师。对，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它一定很多系统，它都要跟美国的系统脱钩。因为过去中国大陆并不是排斥西方的系统，还有就是说这个产业链跟这个西方的产业链，尤其美国的产业链相结合。可是这4、5年来是吃了大亏了，因为产业链基本上它是符合现代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大家都是互通有无嘛，那达到最有效率的生产规模把这个资源最有效率的运用这是英国、美国的经济学者提出来更没有想到美国有一天你有竞争力，他就把你逐出这个供应链。对，那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过去如果说要吸取什么教训的话，就是尽量脱离到西方主导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产链、供应链里面，它才能够怎么讲，不会有一天的时候突然遭到突袭。那比如说 Android System， 他会把你赶出去对不对？美国卖东西的地方，他都不卖给你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它一定是要走自己的路。那很多西方的这些比较有志之士、了解产业内幕，他都说美国这个做法是不智的，因为你可以制服像日本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你可以奏效，中国大陆没办法奏效。
你只能会延阻中国大陆相关的发展3-4年。这3-4年以后，其实这个过程是加速中国大陆在这一项产业比较落后产业的快速追赶而已。那你记不记得这个鸿海是1500多天嘛？对，当初它从世界几乎要变第一大的智慧手机以后，被美国这样子突袭以后，它1000多天它也回来了。华为了，华为也不过就3年多嘛。对，所以我觉得就变成中国大陆现在，比如说啦，美国在考的高端晶片，再加上什么晶片的制造设备，这个也不过3-4年的时间。等中国大陆这方面补齐的话，美国的这些厂商基本上就变成挨打的局面了。好，赖老师，华为今天的宣布啊，不是只是一个象征，它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就是中国大陆走自己的 OS 的路啊，自己的作业系统的路。华为立基于中国大陆，那它的终端的市场啊已经扩大了，它会跟着“一带一路”继续往外走下去，而且呢，它最主要的是它会去进入另外一个体系，就是万物互联。万物互联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基本上是比较领先。美国由于它的5G 的跟不上，美国在这个部分是落后的，而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是领先的。所以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中国大陆的企业啊，纷纷的开始加入鸿蒙的原生态的这个作业系统的参与，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力量。那等到鸿蒙，我个人的推断了，因为目前大部分的专家都认为，在今年或者明年，在中国大陆市场，鸿蒙一定会取代这个苹果，一定会超过苹果。那苹果会变成第3，那鸿蒙会第2，安卓第1。但是问题就在于，未来中国大陆也可以用国家安全的理由，限制若干的 APP 用在安卓系统的 APP 不能够在中国大陆使用。那这样的话，你安卓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就会一瞬间萎缩一大半。一瞬间萎缩的时候，你即使还有国外的市场，但是你缺少中国的市场，而这些市场的手机业者或者其他的万物互联，包括汽车、电子用品，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就必须要去衔接这个鸿蒙。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的企业，像网易啦，很多的企业都已经开始加入鸿蒙系统，甚至有很多的手机的业者也开始加入鸿蒙系统。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先把自己的系统培养大，然后当它培养大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就会压缩安卓系统，也会压缩这个苹果的系统。那鸿蒙3足鼎立的可能性的环境就创造出来，再加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坦白说是势不可挡的，美国挡不住了。那以后整个非洲大陆，只要是华为的，就是说一带一路的光纤走到哪里，互联网走到哪里。而且中国现在要组建的就是卫星互联网。那整个卫星互联网组建起来了以后，完全跟美国全部都摆脱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覆盖了整个非洲大陆，覆盖了这个拉丁美洲、亚洲。一带一路走到哪里，它就发展到哪里，它就把鸿蒙的这个系统就带到哪里去。那你想，这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我觉得个人是时间。另外，我觉得目前半导体的一个生态在台湾要特别留意是，大陆它卯足全力了，都在投资这些成熟制程的，所以并不是很先进制程的，但是成熟制程的这些晶片，而且资金都已经进去了，生产机器都进去了，它现在就是等时间把它建成嘛，所以他们才会估计说2-3年左右，这些建成以后开始量产。一旦量产的时候，就是光伏制造业时代的另外一次的发生，也就是中国大陆当时把全世界的光伏产业打趴，就是因为我先供应量，无限制的供应量，无限制的制造，然后成本价格一直压低。这个时候有很多成熟制程的半导体的厂就纷纷的就退出市场了，因为它根本没有竞争力。等到掌控了所有成熟制程绝大部分的时候，定价权就在他手中了嘛。我只要调一个价钱的话，我过去2年、3年甚至5年亏损的，全部都赚回来了。对，你看光伏现在的业者，整个太阳能板其实定价权就在中国大陆嘛。他一次可以把几年内把过去耗下去的。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日韩哦，感觉起来他们自己的内政啊跟外交，是不是因为跟着美国啊，他们自己本身的局势好像也不太稳定哦？这样一个场面竟然在全球播送了。南韩的议员哦，靠近尹锡悦，想要给点建议，结果当场被拖走啊！我们来看看画面哦，这一名议员呢，他其实是在野党的议员哦，他直面总统，然后就说不改变人民会不高兴啊，要给予建议哦，结果竟然被特勤哦，好几个人围起来，还捂着嘴叫他闭嘴，不准讲的那种感受，就这样子给硬生生拖走，他是议员呢。他是议员呢，他怎么会这样子来对待他反对党的议员哦？他只是靠近，也是好好讲话，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动作，就这样子给扯走了，哇！可怕哦！就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样在韩国上演，就是18号在他们的全北特别自治道的就职典礼哦，一个在野的议员就这样被特勤捂嘴拖走了。那人家后来就在讲啊，这个尹锡悦是不是应该要道歉啊？而且应该要斥责特勤人员是不是有一点过度了？但是也有人比较一下，就说这哪比得上我们台湾呐？我们台湾哦，这个蔡英文巡视可是看不到、打不到、听不到啊，8年来好像没有人可以靠近蔡英文，就连媒体哦，我们也是都是大老远用喊的方式啊，然后这样子对着虚空，感觉你好像喊了话，但是并没有像山谷有回音哦。那所以蔡英文也不太理媒体，当然也不会理一些在野党的一些立委或议员哦。那更不用说还去立院备询，从来也没有看过。但是现在赖清德是不是也要面对到这个问题哦？因为他当初选前有讲说会到立院来做国情报告，所以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未来的话，不知道会不会也有同样这个比方说跟赖清德建议被拖走的画面，那我们就只能继续来观察看看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韩国的媒体，他们讲说李在明啊现在重返党务，因为之前他有被遇刺嘛，就是有人伪装成支持者，然后去这个行刺。那后来他现在出院了，他现在呼吁国民哦要审判尹锡悦政府啊。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整体来说，南韩的局势非常的不稳定。过去呢，其实面对到尹锡悦，他一直对于日本不断的让步啊，甚至要帮日本讲话。李在明也是选择用绝食的方式来抗议啊，所以他们其实在野党监督的力道是非常的强烈。就有人也拿来比较，网络上面网友讲说，那我们的在野党呢，比方国民党呢，或者是我们的朱立伦呢，有没有像李在明一样拿出强硬的态度呢？然后对比一下。日本哦，现在岸田也是好像自身难保，因为他们这个自民党陷入到政治现金的疑云，现在为了要挽回一些信赖，岸田说考虑要解散岸田派，甚至呢连安倍派哦可能也考虑要来解散了。那他的这个丑闻不断的扩大，岸田文雄现在考虑要来禁止派系集资宴会哦，所以相关的这样子的结党结派的状况，恐怕接下来在日本的政坛是大家并不乐见的。那现在日本也有一个危机哦，就是川普感觉要上来了，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出现。南华早报就讲说，日本政府已经先发制人，开始在接触川普的团队，并且向其示好啊，在贸易跟安全问题上面，曾经引发日本噩梦的一些问题哦，现在要事先争取支持。同样，南韩也是哦，现在已经因为有可能是川普要回来，所以现在已经在讨论驻韩美军的一些这个钱的分配问题哦，所以日韩好像都有所准备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菲律宾是不是现在也开始有一些和缓的讯号，跟中国大陆这边说，双方已经坐下来了。中国大陆的外长哦，跟菲律宾的这个外交部的次长在上海共同主持中菲南海双边磋商机制的第8次会议。那双方现在同意透过对话来控管南海这边的一些矛盾。那看看这个，现在目前有一些学者认为哦。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的因素增加了中非关系的不确定性哦。美国因素其实已经大过了南海的因素，所以后续美中非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会如何演变，现在大家还得要再持续关注一下。那现在东盟啊，就是东协国家哦，我们之前有在介绍印太经济架构，但是这个架构就架构于这个是拜登总统任内提出来的。那如果接下来拜登的连任恐怕会出现问题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会有感受到呢？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东协国家哦，他们在讲说，这感觉好像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成员哦，已经开始逐渐对于这样的一个印太框架失去兴趣，因为又没有
可靠的一些结论或者是一些实施的措施，而且拜登搞不好不连任啦，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印太框架、经济框架摇摇欲坠。那我们看看这个萨克斯在我们台湾有在唐奖获奖。他提到了，他说拜登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外交政策的方案就是输出战争，只有一位卓越的总统才能够抵抗这个巨大的战争机器，永无休止的战争财。那可惜拜登是试都没有试。他说过往来说的话，美国总统有2个基本的角色，第一个是制约军工企业复合体，因为他们呢总是在推动战争；第二个是制约希望美国替他们打仗的美国盟友那有些是美国总统他们有做成功但是大部分都失败，而拜登呢显然就是失败的那一方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现在整体这个日韩非中整体的一些关系？不知道萨克斯讲那个只有一位卓越的总统，不知道是不是川普因为川普4年内没有发动过战争那这个川普是贸易战，就不容易了。美国历届总统任内没有发动战争的，真的非常少。那川普是其中一位事实上，我刚刚看到这2个对国会的某些行为或者压制这个是提供赖清德启示了。我跟你讲，韩国尹锡悦国会也没有过半呢。他怎么敢对议员这样？对啊，就直接把你拉走尹锡悦事实上他所属政党，韩国议会是300席尹锡悦只有109席就我们说安哲秀效应他怎么敢对议员这样这个是不是给赖清德很大的鼓舞要效法。我跟你讲，这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议员被人家这样对待。那韩国国会有没有支援这个议员？来相对做大的动作。我认为尹锡悦判断不会。所以我就把你拖走。实际上我跟你讲，李在明也一样。李在明是党魁结果上次他不是在绝食吗？对。然后那个时候韩国的检察官要传唤他，结果一定要送到国会表决嘛。结果他自己的政党跑票，结果李在明就被拘提。所以你这种党主席就是没用的嘛，就没用的党主席连你的党员都跑票，所以你明明就联合其他政党，你是多数，结果国会投票下来，竟然赞成你被拘提了，你不觉得这很丢脸吗？我跟你讲我实在是不愿意讲这个可是这个民进党都看得很清楚。民进党就是在玩这种东西。好想赢韩国吗？我跟你讲民进党虽然只有51席的立委他面对国民党54席立委，他一点都不惧怕。他就认为你这个就是松松垮垮的嘛，没错，出席率又低，我51席随时突袭，搞不好都过半。因为你国民党太多，因为我认识太多立委了。这个新科的，我希望他们能够比较有党纪，比较能够团结一致，不然很多人咨询完就回家了啦。所以到时候在场的国民党立委搞不好随时大概都只有30到40个，那委员会搞不好都是少数。我跟你讲所以民进党，你不要以为民进党会怕国民党，不怕啦。所以你看那个他对民众党回应也很强烈对不对？一副就是不要组就不要组甩你什么，8席算什么那个民进党搞不好直接跑去跟国民党交易说我们2个大党来交易，不要理民众党，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你不要政治各种可能性都有了，所以希望我们这一集赖清德没看那个不然看到韩国这2个例子，哇，他觉得大受鼓舞倒是岸田那个，我就觉得我们国民党在野党要好好看，岸田要解散派系。以后禁止派系出席募款来进行共同的活动募款。赖清德你敢禁止吗？赖清德现在说他要退出新潮流，那赖清德要不要说，你作为党主席禁止民进党以派系的方式跟企业界来共参募款？你要不要比照岸田来做我相信他一定做不到。因为民进党2006年就说要解散派系，解散个鬼嘞！解散，哪一个派系没有联合跟企业聚餐募款哪一个派系有的话，勇敢站出来就是没有嘛。
所以我跟你讲哦，这岸田讲这个话，这一点就是民进党绝对不会列为参考。韩国刚刚那2点他们会列为严重参考，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就看国民党要监督到什么程度啦。就是以后民进党派系跟这个企业界聚餐看国民党可不可以抓到了。那抓到之后拿来质询就是这样。好，来请教介老师。其实韩国这个政治人物事实上还是有看多，还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不是智勇双全可是勇这一点人家还在。治不治我不晓得可是还很勇。对。那我绝食那么多天。对，人家还敢绝食，还敢冲撞。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在立法院这种时候这种是要打群架的啦。那这一些部分说实话，那么在过去8年，我看我们的在野党都没有表现出来。治不治这个不晓得起码没那么勇而且呢，有人被羞辱的时候也没人上去支援声援，对不对？都是单打独斗了那我会觉得，我对有一些当时反对党那个时候反对党有一些很勇的这些议员他都是孤军奋战，我也不晓得。那这个党团在干嘛的？对，在这个立法院这种各种的攻防，应该都是沙盘推演，都是群进群出的嘛，都是打群架的嘛。怎么常常看到当时我们反对党都是怎么样？都是单打独斗的。对，那再怎么样，你有20-30个人吧，甚至比20-30个还多，人都到哪去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对这个未来4年，虽然这个民进党是少数党，可是我对于反对党我是也不太乐观对，那为什么？因为你这是一个文化基因的问题。对，没错。还有就是说要不然你基本上，那你就是要看你的领导的这个领导的方向。如果说文化基因在领导方向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话，那你想要有脱胎换骨的表现这是不太可能的啦。谢大使，那个2008民进党只有27席，我那时候在立法院呢。锁门对，我在场我在场因为那时候在美牛案嘛。对但那个时候是谁当院长对，美牛案我都在对，当然那时候法案很奇怪都跑到立法院那个右脚有一个大2楼有一个房间，有个大的一个圆桌对，奇怪，协商到最后就这个都是我不太想讲的，就是说就很奇怪啦。对，那时候的权力结构很奇怪。不过我会觉得我们讲最近8年，事实上我的观察真的要加强战力啦。然后呢，要勇敢，要勇敢。这次我为什么还有一点希望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勇敢的这些小朋友进去我真的对他们寄望很深。你们要带一股新气象的话，就有智还要有勇，要智勇双全。然后呢，要成群结派，这个不是说搞政党的派系，而是在立法院的攻防的时候你们要打一场群架，你们人数够了，你如果不能够打出一片天的话，那说实话，民进党根本就不当一回事，真的是这样，不会把你看在眼里面的，看到一些就是不成气候的，不造成威胁的一群虾兵蟹将而已啦。建议也开那个基本武术训练班对。好，赖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日韩跟菲律宾这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日韩的问题给我们台湾很大的启示立法院的生态文化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国民党独大的时候，民进党小，后来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在立法院也小，但是那个时候的意识文化所以造成了民进党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等到民进党完全垄断所有的资源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意识文化使这个立法院成为一个橡皮图章。现在韩国瑜有强大的企图心要当立法院院长，那就带来新的文化嘛。完全不同于王金平时代的文化，也不同于游锡堃时代的文化嘛。你就带来一个全新的文化，这个文化让我们要精彩可期嘛。也就是说，你如何领导这个52+2的这个，然后再侧重连横，你如何使这个立法院脱胎换骨？这个是要做的事情嘛。那如果说今天有行政部门敢藐视国会，有这个特勤人员敢藐视这个立法委员，你绝对不放他
绝对不放过他。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嘛。那现在菲律宾是要转变态度了吗？感觉苗头不对。当然是啊，因为当美国的航母撤走了，不敢去了啊。然后呢，菲律宾后来派3艘船，然后那一艘要到仁爱礁的船走了一半折回来了。这个时候菲律宾其实就知道大势已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菲律宾的军方这段时间也闹完了。然后发现又闹的时候呢，美国人来了，韩国人来了啊，这个日本人来了，然后澳大利亚人，连德国的外长都来了。他觉得他变成是世界光环的中心，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又走了，然后结果呢留下什么东西给菲律宾？菲律宾内部里面更混乱，内部里面危机更多。然后呢，他其实什么都没得到，现在要谈和了，跑到上海去跟中国大陆来谈和。我觉得菲律宾也闹够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陆看起来还是有耐心哦。那也就是说，在这次谈判中，看起来还是有耐心。但是如果要继续闹的话，其实有些狠话已经出来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建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哦，这个韩国瑜要角逐立院龙头，有一个明确的新的动作来了哟，就是被媒体捕捉到说，这是不是在为立院龙头之战暖身哦？他邀请了国民党的新科立委来参叙，选在信义区非常知名的餐厅都一处哦，这也是米其林级的这个餐厅哦，争取立法院长的呼声，现在因为很高嘛，所以先行联络感情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哦。那当然，这个立法院长，有些人讲说，立法院长的功用是什么呢？不就敲敲锤子吗？其实立法院长还有一些这个未来的作用，比方说，国民党籍的立委也会以这个立院之内哦，当然是以院长马首是瞻嘛，而且他也可以主持议会的公平公正。比方说，像过去有一些场面哦，都是当国民党籍的委员想要询问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以前哦常常在节目中拿出来讲，都是被反质询啊。比方说苏贞昌对上郑丽文的时候，郑丽文说是不是第一个投降的会是你哦？然后他就大骂说，不会像你们这样子没更小啊！就是以前当这样子被官员反质询的时候，好像院长的角色不存在哦，院长并没有出来主持公道，因为院长也是民进党的嘛，民进党籍游锡堃嘛，所以他也不会出来讲什么。那高金素梅对上陈建仁的时候哦，也是在那边讲说以美论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哦，他那时候也是大怒说我是腰杆挺直，摆脱美国什么之类的，就是不要在那边以美论啊。那还有这个薛瑞元跟林维洲，当时也是在那边说什么下面西洋骨头弄屋啊，就讲说立院什么死人骨头都有啊。然后他说，那我是死人还是骨头呢？就是其实官员哦，从院长以下的这些官员们都是用这种反质询的态度，但是因为立院的龙头就也是民进党籍，所以没有这样子一个监督或者是公正维持秩序的作用嘛。立法院长都是一种好像无视，就是他好像看到了，但是他什么也没说那样的一个角色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过去其实这20年来的3任立法院长在立院里面也都是有一些他的角色啊，比方说像过去王金平啊，大家知道第一代侨王嘛，那时候还有这个马王政珍哦，所以其实立法院长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那苏家全的时候呢，是蔡英文像是他的分身一般啊，所以也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到游锡堃的时候，好像就比较是配合一点哦，就是这个立院吵闹什么啊，他就是形同就是人形看板还是什么样的，就是担任这样子一个龙头的角色。可是好像并没有发挥他太大的一个主导性哦。那再来我们看看。吴子嘉就分析啊，因为现在民众党有8席不分区嘛，他说柯文哲恐怕罩不住这8席哦，这8席就是又是黄国昌又是黄珊珊，好像每一个都有各自一把号那种感觉哦，所以他这一次要找蔡壁如回来，感觉上面是要替柯文哲来牵制这8位立委哦。那柯文哲可能会给蔡壁如一个职务，就是身兼立法院党团的一个主管哦。那柯文哲是讲说现在到底会不会蓝白合呢？他说我们是集体意志，不会因为任何
何人的游说而改变。那到底这个集体意志谁说了算？会是黄国昌吗？因为黄国昌的角色哦，我们想到他过去的色彩，他其实跟柯建铭有仇嘛，但是呢，他也有反过红媒哦，甚至还有黑过韩国瑜岳父砂石场的事情。那会是黄珊珊说的算吗？他潜舰国造召集人黄曙光的妹妹哦，又跟蔡英文的关系不错，也被称作小英女孩过嘛。那或者是这个支持特赦陈水扁的陈昭姿，这些角色到底谁说的算呢？这些集体日志会不会各自为政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其实80%里面哦，就比较偏，就是他的投票支持者啊，80%偏绿，2%偏蓝。那柯文哲接下来应该是要抢攻蓝营的票，才能够拓展他的一些支持群嘛。那可是如果韩国瑜成为立院龙头的话，这样子对于民众党来说未必能够抢得到蓝的票哦，因为当然就是有韩国瑜在，可能蓝的铁票一块啊很难移动哦。那这个白色力量现在到底接下来如何呢？绿白合纵联合吗？那我们看到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其实哦还有未曝光的管道哦，这是风传媒讲说，柯文哲在1月17号的时候提到，新潮流只是民进党的一支部落，不要把民进党跟新潮流画上等号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同一天的时候，赖清德也宣布说自己不再是新潮流成员，怎么好感觉有呼应哦？会不会就是埋下了一个伏笔，绿白有可能会合呢？那这样的一个消息来源呢，还讲说，其实在2023年的12月底，其实就是去年底啦，游锡堃还当着这个当时哦，还代表民众党参选的柯文哲，曾经在新北市有一个简短的谈话。那当时谈话的内容有没有谈到立法院长这个议题？消息人士不愿证实，其实就是很隐晦啊，就是是不是埋下了一些伏笔哦？但是我们看到前副总统吕秀莲，他最近看到这个民众党不是又要出考题吗？又说他们又要自己推人选哦，他忍不住要讲了一番话，他说未来立法院呈现3足鼎立哦，少数党的责任是要监督啊，而不是要胡闹啊，感觉上也是给民众党一些良心建议啊。首先我们来先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接下来这个立院的龙头以及韩国瑜的动作？其实过去民进党不管是行政院长或者各部会首长敢嚣张啊，那是因为民进党立委过半啦，这个才是比较实质的因素啦，而不是说苏贞昌天生就爱嚣张。你如果没过半，我看你敢不敢嚣张？你预算都不会过嘞。哦，你那个卫福部长薛瑞元敢嚣张，那我就罢审你的预算，到时候看你要不要跪着来求啊！哦，所以我跟你讲，最重要是因为民进党立委过半啦，而不是因为这些人天生嚣张啦。这个立法院很现实的啦，他有恃无恐嘛，你怎么背阁，我预算还是会过啊，那我干嘛对你客气？尤其到最后根本就是大家都在配合，反正立委也很强势啊，全面都很强势嘛。实际上蔡英文政府执政这8年，因为立法院都过半嘛，所以小英才让台湾的民主严重倒退嘛，因为他有恃无恐嘛，所以才能够嚣张啊。700多天不来开记者会，然后各部会行政院长讲话都非常嚣张啊，在总质询啊，他为什么敢这样？如果你立院没有过半，你行政院长敢这样嚣张回复总质询，在野党的立法院长立刻停止开会，那后面的会都不要开，你预算案也不用送了，我看你怎么嚣张。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取决于国民党，如果韩国瑜真的能够当立法院长啦，我认为他要立威啦。事实上，现在民众党跟国民党都必须要立威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执政8年的这个民进党已经嚣张到不知道什么叫做制衡呐，所以我认为韩国瑜如果当选立法院长啊，他一定要立威，比如说总质询就要对陈建仁讲规矩，什么叫规矩？你给我乖乖回答，不然我预算就罢审，我法案也罢审，等等啊，我觉得他一定要立威。那民众党也是一样。柯文哲如果这8席立委不能团进团出啊，那他就毁了啦。我跟你讲啊，所以柯文哲怎么立威？我觉得他应该要在民众党的党团会议内部说，谁敢跑票，立刻开除递补。反正都是不分区啊，
谁怕谁啊？你以为你大啊，我就把你开除。最好是大尾一点的，开除才会真正立威。如果柯文哲连这个动作你都不敢做，那就算了啦，就不用选了吧。所以我这个基本上都是考验到第一个就是国民党，你作为一个有了54席这样的一个泛蓝联盟的这样一个立法院的多数，你怎么立威了？因为现在还不是赖清德呢，现在还是那个蔡英文的残余最后一个会期呢，因为我们这个制度有问题啊，所以赖清德还没上任啊。赖清德是520才上任啊，所以你要立个威，让赖清德以后的部长看到啊。看以后以哪一个人来立法院刚给戏，给戏就让你死，就是这样。一定要立这个威啦，我跟你讲啊，不然蔡英文执政8年，立法院长期过半，这些部长已经长期嚣张，无所谓，根本不怕你立法院嘛。你那个在陈水扁那个时候，他哪敢这样？陈水扁那个时候立法院也没过半啊，从头到尾客客气气。王金平是立法院长啊，从头到尾他敢这样吗？你就准备下台吧，预算不审啊，你送的所有的法我们都不审，我看你怎么办。所以我是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要立威。国民党是要立国会多数的威，然后民众党是要立作为一个小党团结的威了。你说那小党，坦白讲，那个民众党那8个人各有主张啊，各有主张又怎样？你以为民进党跟国民党的立委就不会各有主张啊？那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跑票？他有惩罚工具啊，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民众党既然都是不分区啊，这党纪一定要空前严厉。要当民众党的不分区，你就不要给我跑票，不然立刻开除，立刻递补。好，我们制作人担心大家误会就是我们这一个爆炸写在这个地方。其实我刚刚有分开来讲啊，就是说立法院长在这个议会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这图表应该是写在这边。我刚刚特别讲到这边的时候，也是讲说部长是不是也像是这个看到阁揆这一般，所以态度比较嚣张，所以在此再特别补充说明一下。好，再来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我想就是说，国民党过去做了8年的反对党就是说，大家会想说，好像这个反对党的角色没有办好该坚持的时候没有坚持，然后呢，该监督的时候好像也不是监督得很紧，那扮演制衡的角色呢，也没有尽全力。我记得当时我有一段时间因为公务关系，常常去立法院开会，那时候民进党是20几席那个时候几乎所有议事最后都是民进党在决定那民进党怎么做呢？基本上你反对他就几个议员就把你那个反对的议员逼在墙角里面不让你出去然后门一关谁都不要出门这他就是你从某种角度他很不讲理可是没有另外一个角度上，他扮演一个反对党他是尽全力在反对尽全力。那所以就是说你要扮演好反对党角色的时候人民就对你有信任并不是你没有舞台，执政跟反对是一样的舞台，我认为舞台一样大，而且反对党应该扮的角色比那个执政党更好当对，因为他是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嘛对，而且你现在又有60%台湾的选民是站在你的后面的所以这一次当一个反对党又掌握了这个立法院的多数如果再不能把反对党的工作做好让老百姓看到你为了人民的权利，为国家的体制为这个社会的正义，为这个人民的这个血汗钱你有尽全力在维护这个不是说你就是虚晃2招就算了，你能不能打得头破血流，对不对？这才是看到这里，看到这个有没有真正在怎么讲，有没有在尽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关系到4年以后，那么现在的2个反对党还有没有机会得到台湾人民的肯定，就看你反对党做得好不好。对，你反对党做得好的话，人民就站过来了。你只要站在人民的利益，在国家的体制，在办好你应该有的监督、制衡、维护体制的这样子的你的基本职责的话，人家说这还不错，还有在做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有机会的舞台还是很大，就怕了舞台给这些
现在的反对党上去啊，唱的荒腔走板，结果呢，老百姓纷纷退票，你下次还选什么呢？唱戏就要唱的怎么样精彩，那反对党就是怎么样，要拿出力量来，拿出决心来，拿出主张来，要怎么样，要尽全力啊，哪有说还是照样怎么自己还跟执政党一样的心态，然后呢，怎么讲呢？内斗起来看起来哇塞活力十足，可是真正在反对的舞台上啊，又扮演不出那个力道，内斗的力道大于外斗的力道，那就完蛋了。好，赖老师，院长很重要整个立法院的秩序，包括动用警察权，包括处理议事规则，也包括了这个要不要召开秘密会议，因为我们基本上来讲，在立法院都要公开的，要透明的，要直接转播的。那如果说要审秘密会议，这些都是院长的职权。立法院有这么多的单位，包括预算局、各方面法制局那这些全部都是院长来决定，因为他的主要的秘书长是院长决定，实施职的，所以院长是非常重要。那院长既然是如此的重要，五院嘛，立法、行政，那立法这个掌控预算，立法掌控法案，所以你任何行政部门要推的法案都要立法院同意。那这个院长当然扮演重要的角色。那这个时候怎么选出来？如果我觉得我再强调，民众党柯文哲已经多次，我在昨天在仔细的看他所讲的。那第一个，他们不在乎谁当正副院长；第二个，他们一定是团进团出。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那我个人还是认为第一轮各推各的，3党都推自己的。但是很明显的，第一轮就没有人会通过。第二轮呢，民众党就完全不投了。退出来由国民党跟民进党自己去厮杀，考验国民党跟民进党内部的纪律团结。也就是说，你国民党有没有人跑票？如果有人跑票，你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以目前来说的话，你国民党是占有优势地位那国民党自己本身要展现出他们自己的战斗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绝对是可以行的事情。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对民众党要怎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其实它很重要。任何重大法案没有民众党的团进团出支持的话，那其实任何一个政党提的法案也都没有用，也都过不了。预算案也是如此，因为到最后到3读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他们的出席率高，那他们的战斗力其实还是不容小觑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李秀莲讲的，李秀莲讲到说，这个在野党是扮演监督的一个角色不是来捣乱的。对，其实李秀莲讲这话，我们再往上提一台阶，整个立法院都要扮演监督的角色因为我们的设计本来就是行政立法制衡嘛。对，那既然是行政立法制衡，那也就是你立法就是要制衡行政部门嘛，要监督行政部门，所以你民进党你也要监督政府可是问题就在于这8年以来，你民进党有没有监督政府？你完全没有监督政府。你在纵容政府、纵容行政部门作恶，你自己本身还跟行政部门一起作恶。好，所以现在如果以李秀莲的论点来说，我们再往上提升，整个立法部门都要监督政府。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以立法院来讲的话，那民进党是在野党，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民进党是第2大党，所以民进党你要更扮演好监督的角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